最近，大号奥陌陌、阿特拉斯的最新观测数据引起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而哈勃望远镜也对它进行了观测，结果也耐人寻味。先看网络上流传的外星科技产物说法，主要集中在这3点：一是过于完美的轨道，阿特拉斯的飞行轨迹几乎完美地运行在太阳系的黄道面，这与前2个星际访客奥陌陌和鲍里索夫的随机倾斜轨道完全不同。这被解读为可能是为了便于观察太阳系内的主要行星。论文甚至推测，它可能在飞越火星和木星时部署了微型间谍装置。二是隐蔽的接近时机。根据轨道计算，阿特拉斯将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到达近日点，在整个过程中，它恰好处于太阳的另一侧，从地球上几乎无法进行光学观测。勒布的团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经过计算的隐蔽策略，目的是利用太阳遮挡，避免被地球上的望远镜详细研究其表面细节，并在这个无人观察的窗口期执行某些秘密任务，例如向地球发射装置或进行轨道调整。三是敌意暗示。这篇论文直接使用了潜在敌对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物体，并在论文中探讨了如果它真的是外星科技，人类可能需要考虑行星防御措施。当然了，以上这些观点完全不被科学界认可，这些措辞直接将一个天文学讨论的思想实验论文被扭曲成了一个关乎地球安全的潜在威胁。但阿特拉斯与之前的奥陌陌确实有很大不同，谜团同样也不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颗彗星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在它最接近我们地球的时候，距离仍将有大约 1.6 个天文单位，这比月球到地球的距离远600多倍。下面咱们就来详细讨论一下科学家最新的观测数据，还有哈勃望远镜拍摄的画面，看看这次的天外来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首先，阿特拉斯的轨道偏心率极高，偏心率为0代表一个完美的圆形，任何大于1的值都足以使物体摆脱其环绕天体的引力束缚，在太空中更自由地移动。因此，凭借6的偏心率，这颗彗星拥有迄今为止测得的最极端的双曲线轨道之一。这或许可以解释它为什么能穿越如此遥远的空间来到我们这里。更夸张的是，这颗彗星的行进速度，它目前的入射速度高达每秒58公里，这就像每秒钟跑过580个足球场的长度。这让阿特拉斯成为我们见过速度最快的星际彗星。当年奥陌陌和鲍里索夫的速度分别仅为每秒26公里和32公里，这是由它们不同形状的轨道造成的。面对如此迅速的接近，天文学家们急于确定阿特拉斯的确切去向。目前的轨道是日心轨道，即以太阳为中心。天文学家可以在它到达我们这里之前推断出其入射轨迹。在10月30日最接近太阳时，彗星将距离太阳 1.4 个天文单位，位置刚好在火星轨道内侧。在这张彗星轨道的图中，你可以看到它接近时呈现的渐进线形状。它从火星旁掠过，然后又射回太空。这张图显示，阿特拉斯不会像奥陌陌那样靠近太阳，其轨迹将更像鲍里索夫。这些异乎寻常的数据都让他的身份充满了谜团。那么，天文学家又是如何看穿他的伪装的呢？答案就藏在全球各地望远镜传回的图像里。利用位于夏威夷的2台 LCO 望远镜，天文学家们为阿特拉斯安排了1个小时的观测序列。他们的目标是确定彗星的光变曲线，并观察它是否表现出任何自转变异性。简单来说，就是看彗星绕其自转轴旋转时引起的亮度变化。但通过监测亮度随时间的变化，天文学家可以识别出重复的模式。最终，天文学家们确定这颗彗星的自转周期约为29小时。尽管与关于阿特拉斯的许多信息一样，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来确定这一点。但根据阿特拉斯的光变曲线来看，它比奥陌陌平坦得多，在29小时内仅表现出 0.2 个星等的亮度变化。虽然亮度变化很小，但阿特拉斯却很亮。它是目前我们见过的最亮的星际天体，不仅亮，而且大。根据假定的反照率值，其汇合的直径估计为10公里，这使它比奥陌陌大1个数量级，甚至比直径在1到2公里之间的鲍里索夫还要大。目前而言，这么大的天外来客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在宇宙中，
小天体的数量远比大天体多。这就好比你走在沙滩上，看到100万粒沙子的可能性，要比看到一块巨石的可能性大得多。进一步的观测还显示，阿特拉斯表现出微弱的活动水平。如哈勃拍摄到的，这颗彗星有一个边缘的彗发，它是由彗星冰在暴露于太阳时升华产生的模糊发光的尘埃和气体光环构成的。你可以在这张图像的中心看到，它是围绕彗核的一个弥散的圆圈。这张图像正在追踪移动的彗星，所以周围的恒星看起来是模糊的。但除了彗发，阿特拉斯还有一条尾巴。小行星中心报告了一条横跨天空3角秒的尾巴，角度约为280度，这相当短，所以在彗星的图像中，尾巴常常被彗发所掩盖。好，证据都到齐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之所以有人会牵扯到外星人，前提是这个天体必须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因为在看到如此巨大的星际物体之前，我们理应先观测到许许多多更小的星际物体。考虑到这只是我们确认的第3个星际天体，这么早就在游戏中发现一颗巨型小行星的概率微乎其微。这反过来确实会增加该物体是人造物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它得是颗小行星。而这也就促使哈佛大学的阿维勒布与人合著了那篇论文。但论文的核心是提出一个思想实验。作者在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他们相信这个天体极有可能是一颗无害的天然彗星，旨在以阿特拉斯为例，激发人们思考一个外星物体进入我们太阳系时会是什么样子而已。视线回到阿特拉斯，它的表面与奥莫莫和鲍里索夫一样，阿特拉斯的颜色比太阳要红得多，比来自小行星带的地形小行星略红。由于它是活跃的，一些反射光必定来自阿特拉斯的彗发。这在鲍里索夫上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彗发的反射率淹没了来自彗核本身的信号。随着彗星离我们越来越近，新的测量将能够证实这一点。最后，阿特拉斯的发现让天文学家们对星际物体的数量进行再次估算。根据一篇论文显示，科学家们推断出每立方天文单位空间中只有 0.001 个星际物体的密度，这比我们发现奥莫莫和鲍里索夫时所计算的估计要小得多。目前这些就是已经收集到的关于阿特拉斯的所有信息。那它与鲍里索夫和奥莫莫之间又有哪些差异呢？它们又起源于哪里呢？第一个主要差异，那就是阿特拉斯似乎没有鲍里索夫活跃。鲍里索夫显示出显著的彗星活动，其尘埃彗发的大小每天增加约1%，这表明它在首次观测前已经活跃了大约100天。它还有一条更长的尾巴，延伸到太空中14万公里。现在可能是阿特拉斯还没有足够暴露，在太阳下开始水冰升华，这会提高活动水平。但鲍里索夫在距离太阳仍有 4.5 个天文单位时就进入了强活动期，而阿特拉斯已经比那更近了，所以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当年奥莫莫也没有表现出高活动水平，它是一个致密的岩石体，没有冰可以在太阳的强光下升华，所以它没有彗发或尾巴。天文学家们至今仍在试图解释这种缺乏活动的情况。最近的假设是，它可能在释出挥发性物质，但尘埃产量很低，所以没有在观测中被发现。但阿特拉斯确实有彗发，所以这个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星际物体。其中最著名的奥莫莫是细长形状，引发了对其起源的巨大热议。它被认为是被潮汐力塑造的原始物体，或者是行星的碎片，或者是几个较小物体的聚合体。而关于鲍里索夫的猜测是其成分与太阳系彗星中通常看到的成分不同，它相对于水含有更高丰度的超挥发性一氧化碳，这表明它可能形成于一个富含碳的环境。与这一观察结果一致，有人提出鲍里索夫形成于一个平均温度较低的红矮星系统中，温度低到足以让一氧化碳凝结并融入彗星中。但阿特拉斯的起源呢？之前提到阿特拉斯射入太阳的速度为每秒58公里。事实证明，物体的恒星年龄和其速度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假设这种关系对阿特拉斯也成立，那么这颗彗星的年龄可能在30亿到110亿年之间。这将使阿特拉斯至少比奥莫莫老30倍，比鲍里索夫老3倍，暗示着一个独特而遥远的星际起源。撇开猜测不谈，这3个星际访客
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这颗彗星视为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发现机会，并期待它可能揭示的科学见解。毕竟星际物体太罕见了，谁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再遇到呢？而这些星际物体的真正起源仍然是科学探索的一个主要课题。至于后续的观测，韦伯望远镜将在8月彗星到达近日点之前进行一次观测，然后在12月经过近日点之后再次观测，而且哈勃还会有更多后续观测。通过分析这种古老彗星的化学构成，我们或许能一窥甚至比太阳系还老的几十亿年前的早期彗星曾为系外行星带来了什么。我们知道彗星含有有机物，也就是生命的基石，包括氨基酸，它们很可能在向宇宙中的行星，包括地球，输送生命物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么珍贵的样本，我们能派探测器去近距离看看吗？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从地球出发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我们发现的太晚了。但是科学家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备用方案，利用火星上的老兵。有论文提出，可以使用从那些即将结束任务的火星探测器，如果剩余燃料充足，可以利用其自带的火箭发动机来完成这项任务。毕竟从彗星上采集样本并返回的任务之前有过，只要我们能追上，用现有仪器和技术对星际彗星进行近距离研究是完全可行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速度。目前已接近任务终点的火星探测器包括火星奥德赛号、火星快车号、MAVEN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和 ExoMars 衡量气体轨道器，它们都配备了可用于飞越阿特拉斯的成像和科学仪器。利用即将退役的探测器执行额外任务也有先例，比如卡西尼号在任务末期被引导撞向土星，在坠毁前获得前所未有的土星近距离数据，并取得了成功。总而言之，今年10月底开始，天文观测将会非常有趣。如果你的条件允许，你可以从9月左右开始，用地面望远镜留意这颗彗星，直到它消失在太阳后面。彗星将于12月初从太阳后面重新出现，准备好迎接地球的又一轮观测。当然，如果你没有望远镜，也别担心，本频道会持续追踪全球各大天文台的最新发现，并在第一时间为你带来解读。按赞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位星际访客为我们揭开的宇宙奥秘。